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要说英雄无敌3哪个派系的英雄排名最难做，那毫无疑问就是塔楼。它和地狱最大的不同就是地狱的弯囊费是真正一无是处的那种，而塔楼的很多英雄，你当主将他或许不合格，但是当副将是很称职的。人家所有将领都有书，带学术的英雄也不少，并且像索爷、小红帽这种放在所有派系的英雄里面也丝毫不丢份。简单来讲就是你玩塔楼只会被他的建筑术恶心到，英雄则不会。要说其中真正一无是处的，恐怕只有16名塞瑞娜了。深渊号角新版本的鹰眼术获得了极大的加强，但是咱们英雄排名的第一赛季还是贴合原版。如果给新版本排名的话，很多英雄的定位会完全不同。原版的这个塞瑞娜说实话没什么好说的，塔楼本来就是一个魔法强族，什么魔法都不缺，换句话说，人家有的魔法你也都有，这就使得塞瑞娜在所有鹰眼特里面也属于垫底的一档，并且开局还带了一个毫无卵用的驱魔大法。要知道人家地下城的吉恩虽然是个鹰眼特，但是人家有迟缓，怎么比呀？完全没有可比性。第15名法爷特赛德洛斯。深渊号角加强塔楼最大的地方就是法爷不在建筑术上了，这样的结果就是只要你想建造泰坦巨人，那么你在升级高级云殿之前是不可能建设法师塔的，就算建设了高级云殿，你升级3级魔法塔、4级魔法塔也需要资源。所以说在目前的环境之下，赛德洛斯就是一个白板。16名塞瑞娜也是个白板，但是赛德洛斯的弹道术要比鹰眼术厉害，所以说排到了第15名。第14名神秘特海伦。深渊号角在加强了神秘术之后，神秘术这个技能实际上很适合开荒。神秘术或许很厉害，但神秘特不是，因为目前版本的神秘术本质上是一个前期技能，而这些技能特它的特长偏向于后期，所以说就很矛盾。并且海伦这个英雄你仔细看一下的话，抛开初始兵力不谈，他确实是不如琼斯菲尔还有皮克杰姆呀，甚至就算拿来当副将，他也不如塔楼的很多英雄称职。就比如第13名法佛纳，这位同志怎么说呢？人家蛇妖是可以和黑旗掰手腕的6级兵，但是他的开局是学术加干扰术，在他身上你完全看不到任何一点可以当主将的可能。所幸开局有个学术，当副将是不错的，并且人家开局的魔法是攻击加速，但就算有加速技能，他的开荒也不如琼斯菲尔。在魔暴龙这里只适合当副将不适合当主将的英雄，排名都不会很高。你像游戏里面的金比特，他们都有一个当主将的资格。至于咱们的蛇妖特，如果你想让他当主将的话，我只能说你开心就好。第12名游戏里面的最强 AI 蝙蝠侠皮克杰姆，魔暴龙的克星。如果是原版老皮，他在所有英雄里面排个倒数第一，我觉得都没问题。因为原版他不是固定3堵兵，原版那个老皮你要是敢吹，他就敢给你开局带3个蝙蝠。而深渊号角里面呢，蝙蝠的数量增多了，神秘和侦查也都加强了。在塔楼这个大环境里面，他没有丢丢，非常的伤。有时候一些事情也是充满了黑色幽默。要是老匹夫从棺材板里面爬出来，他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魔暴龙。这里先做一个小预告啊，深渊号角新版本更新之后，老匹夫的实力完全能够进第一桌吃饭。如果大家想知道老匹夫新版本里面有多么的变态，那么就请多多点赞投币，咱们第2季英雄排名从塔楼开始。这里跟大家讲一下老匹夫为什么是 PVP 里面塔楼的2号人物。论出场率的话，第1名是索爷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PVP 里面强将的标准就是走得快，有侦查，最好开局有本书，而且有续航。老匹夫表示，这不都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？正所谓 PVE 里面神秘加侦查，你笑他弯囊废，放 PVP 里面那是可遇不可求。老匹夫表示，到底是不会 PVE 啊，要玩就得砍真人的头。比如某个叫狂奔魔暴龙的 UP 主，有的时候天寒地冻，长途追击难免手脚冰凉，但是老匹每次都能成功战胜魔暴龙。要问其中的秘诀是什么，那还不是用了妙界的足浴器，气血畅通，脚下生风，精神满满，从不断更。大家不妨也来试试，大冬天的各位还在老熬夜，很容易手脚冰凉，体寒气虚，不想喷嚏一个接一个，泡脚赶紧提上日程。有妙界的顶配贴心照料，坚持泡脚绝不是3分钟热度。首先它能自由设定水温并恒温保持，不用我们来回倒水浪费时间，简单操作轻松享受泡脚。
我之前总是不小心踢翻水盆，妙界专门做了倾角设计，不仅能用更少的水泡到小腿，还能直接躺着泡，更舒心。底部还有4组按摩滚轮，泡脚的同时按压足底穴位，促进循环。搭配赠送的泡脚药包，直接在家做足疗 SPA， 10几分钟就能泡得全身微微发热，释放一整天的压力与疲惫。就连晚上睡觉也更安稳踏实了。兄弟们，听我一句劝，平时真的可以多多泡脚，增强体质，提高免疫力，别等感冒发烧了才想起来保养。妙界泡好了，滚轮一推，排水口一开就行，避免了弯腰端盆，倒水不用多出一分力。桶身都是抑菌材质，按摩盘还可以拆下来清洗，干净卫生又好打理，细节到位才能让泡脚更好坚持，怪不得好评这么多。功能全，价格还比类似的划算，大家趁有活动抓紧领券入手，在我这额外送90袋泡脚药包，1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保价大促还送运费险，年底了犒劳自己或者送家人都合适。要说塔楼的英雄阵容不行，那只是神将少，他们的辅助阵容还是很强的。你像第11名神怪特塞恩，看似开局带了一个终极学术，是一个完全的副将模板，但是人家开局带着小剑，玩塔楼选他当副将的话，小剑是人手一把。同时他也不同于法弗纳，因为开局带着小剑，作为一个炼金术士，2点力量2点知识，这样的英雄是具备一定开荒能力的。30点伤害的小剑能扔4次，你和地狱的那群挖囊废相比，那没有可比性呀。塞恩虽然开局是终极学术，但是真要教其他英雄3级以上的魔法，还得学一个智慧术，所以说开局的终极学术只是虚高。要论辅助的话，就不如把一个初级学术换成初级智力的罗娜。罗娜也是个炼金术士，也是神怪特，开局的技能也是魔法神剑。塞恩的终极学术想要传个3级魔法，还得学个智慧术。作为一个学术将，开局带个初级学术就够了。人家罗娜开局有智力，开荒要比塞恩持久得多。他和塞恩包括咱们前面说的法弗纳，你说他们强呢，他们也并不强；你要说弱呢，他们也有用，完全不是窝囊废。所以即使英雄阵容地狱倒数第一，塔楼倒数第二，但是他们两者之间至少也差出来了一个地狱。第9名雪山拳王特琼斯菲尔，拳王的攻防非常均衡而且很高，这就使得阿琼的特长加成也很大。玩塔楼的时候，由于铁人升了级之后速度和丢丢一样，所以说你要拉出去开荒的话，肯定是要带铁人的。琼斯菲尔开局有个神秘术保证续航，魔力提升的数值虽然不是很高，但是它至少比鹰眼术学习能力厉害一点，至少你扔个小剑的时候能多炸死1-2个1级兵。除此之外，阿琼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你和维斯特、伊沃这种兵种特相比，那差距不是一般的大。简单概括就是及格分能够拿到，但离神将差得远。不过深渊号角 1.72 版本之后就不一样了，咱们以后细说。第8名幸运特戴瑞斯，塔楼里面难得一见的开局技能没有偏的英雄。幸运特游戏里面有2个，马洛迪亚开局带个幸运术，导致他的特长完全没用，而戴瑞斯开局没有幸运术。你要是想图一乐的话，给友方部队套个幸运之神，比那什么屠戮成性之流要好得多。在塔楼这里开局技能没偏，他就能够拿到70分了。第7名弩车特特洛萨，虽然他有车无证，但至少有车，比那些有证无车的英雄还是要厉害的，并且开局的战术是个好技能，开局带着魔法神剑与神秘术相辅相成，这就使得特洛萨如果你拉出去开荒的话，表现非常不错。当然这得分跟谁比，你跟格大炮飞瑞之流相比，那肯定不好用，但至少他比格武夫要厉害。但是这所谓的厉害只局限于前期的开荒，还是不建议特洛萨一条路走到黑。第6名鹰山小尤里艾斯屈尔，开局技能没偏，特长的催眠你说没用呢，他也有用。所以说这位老同志，你以为他是乱设计的，他可不是乱设计的啊。蛊惑人心这个魔法在你力量值足够高的时候是要强于失明的，但咱们就是打个小电脑，打一个随机地图的话，你的力量也不会太高。蛊惑人心可以被驱魔驱散，但是不吃疗伤。艾斯屈尔的蛊惑人心和戴瑞斯的幸运之神一样，如果不玩一些阴间地图的话，本质上就是图一乐。好在这2个英雄毕竟开局的魔法管够，技能也没有偏，就像艾斯屈尔你拿来当主将的话其实也还行。第5名直板特尼拉，对于尼拉我只能说要玩钢板出去玩，别在塔楼玩。本来力量成长就少，开局还偏了个学术，学术这种技能只要你不是艾玛，你的主将是完全不愿意看到的。虽然开局的技能偏了，但毕竟是个钢板特，并且他也是所有防御特当中唯一一个4系魔法都能学的英雄，所以说在一些极端情况之下，你既需要水系又需要火系，这个时候如果挑钢板的话，尼拉反而是最好的选择。
和他开局的学术和低防御力成长相比，孟菲拉开局的领导术都显得那么美丽。像塔楼这样的憋尿派系，你反而不能选一个憋尿的英雄。塔楼最重要的神人就是金比特埃尔尼，金比特保证了他是一个抢手的副将，开局还带个学术，这就使得他成为了一个王牌副将。在工厂的伯特伦出现之前，埃尔尼是所有金比特里面最适合辅助的一个，偏偏塔楼既缺钱又缺资源，这就使得在塔楼的金比特还有资源特排名会非常靠前。第3名水银特瑞萨。关于这个英雄，我只说一句话，他开局带的是魔法神剑，神秘配魔剑，而且开局还带个进攻术。如果你玩琼斯菲尔，有的时候你找不到5个水银，你的石人也就没有办法升级成铁人。而瑞萨作为一个水银特，最不缺的就是水银，再加上他开局有个进攻术，他带拳王出去开荒的话，甚至好于琼斯菲尔。瑞萨虽然称不上神将，但是他贵在很灵活很舒服，辅助开荒2不误，真正意义上的塔楼多面手。第2名加速特赛瑞。尽管深渊号角外交术削了，但是赛瑞依然可以排到第2名，毕竟加速的特长可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呀。如果瑞萨是铁人特的话，那么赛瑞更像是蛇妖特。塔楼实际上和据点一样，比较依赖于大吹风，这就使得小红帽和阿德拉一样，即使没有外交术也是一个强将。当然即使是原版，他的人气也不如第1名索姆拉。索姆拉一个无数塔楼玩家的首发英雄，一个老少皆宜简单粗暴的神将，索爷的强大不用过多赘述。作为一个神怪，他开局居然没有学术，设计师表示你在想屁吃。索爷如果开局的魔力换成学术的话，排名反而会提高，并且作为一个术士，他有3点的知识，地狱的几位你好好学着点，2点力量再加上魔力的话，一开始就能炸110点伤害，无论是小图、中图、大图、特大图，开局带连锁闪电的含金量那是足足的。可以说广大中国玩家喜欢塔楼、泰坦巨人和索爷各占1半的功劳。如果说雷鸟拯救了据点，火爹拯救了地狱，那么毫无疑问索爷拯救了塔楼。如果没有他，就算泰坦巨人再强，他也是一个蹩脚版的地狱。所以说无论是从纪念意义还是从实际强度出发，索爷都是当之无愧的塔楼一哥。在毛暴龙的彻夜痛干之下，咱们英雄排名的第1季就做完了。新版本的英雄排名如果要做的话，至少要等到下个月，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乱排，不能按寻思，一些改动必须要自己玩过之后才知道。那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